荣国府的地租地税基本都来自农庄，而农庄的产出则全都要靠大量的底层农民的辛苦劳动，而农民们的劳动所得的大部分都要拿来供养和维持荣国府的奢华生活。而荣国府这样一个大家族，则是由10余个完全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主子，以及其余围绕着主子们的生活而忙碌的数百个管家奴仆组成的。《红楼梦》通篇就是在讲荣国府这个大家族的日常生活，而刘姥姥则是全书中唯一浓墨重彩描写过的底层农民角色。乌进孝虽然也来自于农庄，但他作为庄田上的庄头，也还是属于不从事劳动的管理者，而刘姥姥则是个不折不扣，每天都得下地干活的劳动者。刘姥姥是作者精心安排的起穿针引线作用的重要角色，她的一进、二进，甚至还有3进荣国府，都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在不同时间、不同层面的带领我们读者，逐渐深入地了解荣国府的日常生活。而他作为书中唯一的农民角色，他的穷苦遭遇和生活经历，则更加鲜明地反衬出了荣国府生活的奢靡浪费。在书中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曾题有这样一首诗：朝叩妇儿门，妇儿犹未足，虽无千金绸，皆比胜骨肉。结合这一回的内容来分析的话，这首诗显然是在写刘姥姥。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的祖辈曾做过京官，和王夫人王熙凤所在的王家祖上偶尔连过宗。如今王狗儿家业落寞，一家4口沦为农民。这年秋尽冬初，家里各样过冬的生活用品都没钱准备，这才想到要去荣国府寻求接济。刘姥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一进荣国府的，其中的辛酸苦楚，没有经过贫穷的人怕是不能体会。而对于这种跟自己家关系甚远的穷亲戚，王夫人连面都没露，只是交给王熙凤处理。王熙凤哪里会看得上刘姥姥这样的人家，这钱显然是可给可不给的，但她善心一动，却还是给了刘姥姥20两银子。在王熙凤眼里，这区区20两银子不值什么，但在刘姥姥家却是他们1年的生活费用，完全可以避免他们在冬天忍饥挨饿。刘姥姥感念荣国府的恩情，来年特意送来了瓜果蔬菜，于是就有了刘姥姥2进荣国府。在古代社会里，地租地税相继经历了劳役地租、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3种形态。这些收租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劳役地租是封建社会初期最简单的地租形式，地主的土地由自营地和份地2部分组成，份地交给农民耕种，土地产出归其所有，但农民同时必须去地主的自营地服役劳作，所有产品全部归地主所有。劳役地租后来逐步演变为实物地租，它是指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农民按照规定的比例或租额向地主缴纳产品，缴纳比例甚至有高达80%者。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需要大量货币购买各种商品以满足其需求，于是货币地租逐渐代替了实物地租，即农民将收获的农产品出售后，以货币缴纳地租。货币地租的出现，使封建的自然经济日益卷入商品货币经济，它是促使封建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曹雪芹笔下的宁国府与荣国府，正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的大家族。他们之所以征收货币地租，是因为生活在商品交换相当发达的社会里，货币需求量相当大。在王熙凤管家的事务中，批条子、发对牌是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些说白了就是之前派人买东西。贾府需要向外购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如前面提到的新鲜蔬菜，每日非买不可。新鲜的水果也得外买，大观园里举办诗社，每次都有水果的摆放，家庭宴会上也少不了水果。此外，姑娘们的头油脂粉、装饰轿子的络子珠线、宝玉湖裱书房的纸料以及过节用的香料等各类用品几乎都得外买。书中还提到过，当时的市场上有菜市、庙会、面店、木店、钱铺、药铺、书坊等各种店铺，甚至荣国府后门就形成了个小小的集市，有商贩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
也有卖玩耍物件的。第27回里，探春喜欢的柳枝边的小篮子，整竹子跟抠的香盒，米朵的风炉，就是宝玉城里城外大郎小庙的逛时买来的。他在那还看到许多金玉铜瓷的古董，还有些绸缎吃食衣服。第23回里，明烟为引宝玉开心，便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的外传与那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宝玉果然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后来他还将那套绘真记带到大观园中与黛玉同看。可见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需求，荣国府生活的正常运转已离不开商品经济，以至于还设立了专门应付这类事务的管理机构，即银库和买办房。在第61回里，因给亲戚家送粥米需要鸡蛋，买办房就一下子派出了4、5个买办，为采买东西而设立了专门机构。还有这么多买办，足以证明府内日常生活对商品经济的依赖性有多大。当时的社会不仅商品交换发达，而且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最典型的便是劳动力的买卖。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她在周瑞家里见到的那位雇的小丫头，就只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书中也常写到雇驴、雇轿、雇车等事。王熙凤派人支付的裁缝、绣匠等的工钱，也是劳动力买卖的证明。而贾府雇工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雇花匠来大观园种树。在第25回里，小红曾看到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那是花匠方春带来的雇工在种树。方春看来则像是个包工头师傅。贾云领的200两银中，除买树的50两外，还得花费一部分，用以支付这些人在大观园干活的工钱。探春在施行兴利除宿弊的改革时就声称，她要达到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便是可以省了这些花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这对荣国府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而且在探春实施的改革计划中，也有参与到社会上商品交换的内容。如恒务院一带产出的香料都将出售到香料铺去，而怡红院春夏产出的玫瑰花，还有园里的各种花卉，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以上罗列的现象都表明，商品经济对于贾府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了。正是这一事实，迫使贾府不得不采用以货币地租为主的收租方式。但探春实施改革过程中还特别强调过，这些措施只是些省俭之计，不能作为生意去赚钱。因为我们在作品里可以看到，就连皇商家出身的宝钗，对自己家的物品流入市场都颇为忌讳。探春也说，家里的东西卖出生发银子，是十分小气的行为，不是咱们这样人家会做出的事。他们在兴利除宿弊时，还要注意拿学问提着，以保证不跌入俗流。贾府是皇亲国戚，又是武阴世家，这样的家族怎肯开店做生意，与市井商人混为一体？而且京城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集中之地，他们也都有庄田要收租。如果大家都在京城开店发卖，那么不仅是没有销路，而且朝廷的威严也就当然无存了。但正是这样的顾虑，使得贾府没办法深入参与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去，从而与历史的主流发展趋势逐渐脱节。反而是像赖大这样的富贵奴仆，没有身份地位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做生意买卖，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上一股新兴的、掌握了大量资本的有影响力的阶层。